由2020年開始，橫跨4大洲，一共10個國家，包括美國司法部 J.Club 團隊、歐洲刑警組織、聯邦調查局、毒品執法局、美國國稅局刑事調查部、國土安全調查部以及全球多個警察嘅合作，聯合執行咗一個名為 Operation Red Dot 嘅全球執法嘅行動。呢個行動主要針對 Dark Web， 亦即係深網上面嘅毒品販賣同埋非法交易嘅活動。直至2025年，活動拘捕咗包括嚟自美國、德國同埋英國等10個嘅國家，共270名涉案嘅嫌疑人。扣查嘅資產包括超過 1.8 億歐元嘅現金同埋加密嘅貨幣，超過2公噸嘅毒品，180支嘅槍械，12500件嘅假冒商品，同埋4公噸以上嘅非法煙草。直到目前為止，呢個行動仍然喺度進行緊嘅。但係科技日新月異，犯罪嘅組織喺深網嘅加密技術亦再次進步，相信逮捕嘅活動難度會再次升級。呢件事話俾我哋聽，犯罪嘅組織會透過暗網售賣毒品或者係武器，成為咗犯罪嘅溫床。大家每日喺網上邊睇 YouTube 啊、IG 啊、Facebook 啊，只係見到互聯網嘅4%，好似係冰山嘅尖角咁樣啦。剩低嘅96%深藏喺水底入邊，有深網啦、暗網啦，甚至係傳說中嘅馬里亞納網。咁收藏喺黑暗角落嘅96%網絡嘅內容，究竟係啲咩嚟呢？亦有傳聞話，其中有一個叫 PrimeMark System 嘅神秘組織，操控住整個互聯網嘅核心，甚至連政府都觸及唔到。今日我哋就一齊睇下呢96%黑暗嘅網絡秘密，一齊揭秘呢個數碼嘅深淵。大家好，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歡迎一齊翻開世界驚奇檔案。就正如前文所講啦，我哋一般嘅用家用嘅網絡只係佔整個嘅網絡大概4%，亦即係表網 （Surface Web），而深一層嘅就係廣為人知嘅深網 （Deep Web）。一般會用作醫療嘅記錄啦、政府嘅資料啦、銀行嘅賬戶啦，同埋一啲嘅學術嘅論文。但係外間誤會呢一度係神秘黑暗。但其實多數都係一啲嘅合法嘅用途，只係資料需要加密，所以唔可以輕易咁公開。而再深一層就係暗網啦，亦即係 Dark Web， 需要利用更加強嘅加密工具先可以入到去嘅。由於匿名性更加強，資訊就更加可以層層咁進一步加密。一般涉及重要嘅新聞記者同埋政治嘅組織就會用噶啦。但同時暗網亦充斥住好多嘅非法交易同埋黑市嘅活動。其中2025年多個世界嘅執法組織聯合執行咗一個名為 Operation Grayskull 嘅行動。佢哋發現一個供應同埋販賣兒童色情嘅非法內容嘅暗網，對兒童安全構成極大嘅威脅。雖然行動仍然喺度進行緊，但係目前成功查獲多個犯罪嘅罪犯，並且攔截到大量非法兒童色情影片同埋內容。執法機關仲協助揾到啲受害嘅兒童，並將佢哋由受虐嘅環境救出嚟。要講暗網嘅犯罪事件，我哋唔可以唔提到其中一個最經典嘅犯罪組織——絲綢之路。佢哋由2011年由美國人羅斯烏布尼希化名 Jack Pirate Robert 所創立出嚟嘅，利用暗網匿名技術，並利用比特幣作為交易嘅媒介，買賣各種非法嘅商品，包括係毒品、槍械同埋一啲嘅假證件等等。直到2013年，已經超過100萬名嘅用戶，每個月嘅交易額更加高達數百萬嘅美金。直至2013年10月 ，FBI 逮捕咗羅斯，並成功關閉咗絲綢之路，查獲咗大量嘅比特幣同埋證據。
喺2015年，羅斯咧被判處雙重無期嘅徒刑，喺40年內咧唔可以假釋，罪名包括洗黑錢、電腦入侵同埋串謀販毒等等。但係直到2025年嘅1月，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咧覺得司法不公，並且咧判處過於嚴厲，覺得審判嘅結果非常荒謬，就向羅斯作出咗全面無條件嘅特赦啦。時間翻返去2013年11月，曾經擔任絲綢之路嘅論壇管理員布雷克為咗延續交易嘅功能，所以咧就建立咗絲綢之路2.0。直到2014年嘅10月，絲綢之路2.0咧有約15萬名嘅活躍用戶，每一個月嘅交易額咧更加高達800萬嘅美金，售賣超過13000種非法嘅商品，引嚟執法組織關注。2014年11月，由歐洲刑警組織、美國聯邦調查局同埋國土安全局主導嘅大規模國際聯合執法行動，目標係打擊暗網上邊嘅非法黑市交易平台。行動入邊，警方咧成功識別，並且咧追蹤到超過400個基於暗網運行嘅隱藏交易記錄，成功追查到絲綢之路2.0嘅犯案痕跡。執法人員咧利用先進嘅技術同埋情報嘅合作，成功咧去匿名化多個隱藏嘅 IP 地址，識別到相關管理員同埋涉案嘅人員，其中包括喺美國絲綢之路2.0嘅創辦人布雷克，繼而作出一系列嘅逮捕行動，成功關閉咗多個暗網市場同埋佢嘅核心嘅伺服器，對暗網市場嘅運營造成咗重大嘅打擊，並收穫咗大量嘅非法資產。但係由於執法嘅部門嘅新型去匿名化嘅技術嘅能力，繼而引發有關私隱權技術倫理同埋法律運用嘅爭議。因為部分去匿名化嘅技術涉及對用戶通訊嘅解密同埋監視，布雷克被控以販毒、黑客攻擊、偽造身份證同埋洗黑錢等嘅多項罪名，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但係暗網並唔係互聯網入邊最深層、最黑暗嘅一層，更底層仲有一個更加神秘、更加深不可測嘅，佢叫做馬里亞納網。馬里亞納網有傳言佢個名嘅靈感係嚟自地球最深嘅海溝馬里亞納海溝，象徵深不可測同埋難以抵達嘅特性。傳聞馬里亞納網只係能夠使用量子電腦先至能夠解開複雜嘅數學函數，抵達嗰個嘅匿名網絡嘅，所以普通人根本冇辦法接觸，甚至係勁如 Tor 呢個工具都難以探測到呢層嘅網站。馬里亞納網需要內部引導或者係知道某一啲嘅關鍵字，先至可以揾到網站嘅入口。但係即使你入到嗰個網站，內容多數係加密咗或者係刻意混亂，所以根本係難以閱讀。一般極度秘密或者危險嘅資訊例如國家級機密嘅文件或者係頂級嘅犯罪組織嘅活動，例如係薩達教或者係3K 黨呢一啲極端嘅組織嘅資料先會喺嗰度嘅擺放。由於一般人都難以去追查到，久而久之就成為咗一個都市傳說。咁究竟馬里亞納網係咪真實存在嘅呢？以下就有一個網上流傳嘅事件，講述一個 programmer 唔小心走咗入去馬里亞納網嘅可怕經歷。西班牙有一名 programmer， 佢嘅化名係 E， 佢對 Deep Web 嘅世界充滿好奇。經過朋友介紹，E 成功進入咗傳說入邊嘅馬里亞納網，即係互聯網中最深最神秘嘅嗰層。所有人都覺得呢一度蘊藏住無數不可告人嘅秘密。但喺呢個深層嘅網絡入邊，E發現有一個叫做魔鬼嘅同伴嘅討論區。同普通嘅討論區有所不同嘅係，呢度係冇所謂入門嘅門檻，基本上係所有人都可以註冊。但係會員就分階級，從 Level 1到 Level 66不等。新人即係可以見到啲亂碼嘅內容，需要完成一系列被稱為儀式嘅殘酷試煉，先會晉升到能夠睇到內容嘅等級。
而呢啲嘅儀式由高級嘅會員決定，內容殘酷，甚至係非常之血腥，包括係飲啲雞血啊、生吞豬心啊呢一啲極端嘅行為。通過儀式之後，會員咧需要拍低整個嘅過程，然後咧上傳翻上去論壇上邊作為證明，獲得認可咧先至有資格去升級嘅。隨住等級升高，會員咧會收到稱為獎賞嘅神秘回贈，可能係金錢或者係一啲嘅資源，甚至係一啲嘅事業嘅機會啦。據講背後咧係一群匿名成功嘅人士，專門咧挑選一啲咧願意為成功付出一切代價嘅人，成為佢哋嘅同伴。喺論壇入邊，E注意到一位成員，佢叫做 Gunnar， 佢只係入會咗短短幾個月就攀升到 level 27，而且咧佢經常喺留言板咧收到大量加密嘅亂碼組成嘅獎賞，令阿 E 咧起咗疑心。因為阿 E 係 programmer 嘅關係，佢就用咗啲程式破解咗呢啲嘅亂碼，發現入邊竟然包含住一段 Apps 嘅原始碼同一張經典遊戲 Flappy Bird 嘅圖片。而呢一款遊戲實際上咧係2013年5月咧先會正式上架嘅，但E留意到咧論壇上邊呢個留言咧係2013年1月，時間上邊咧係錯亂咗嘅，就令E聯想到 Flappy Bird 可能係魔鬼嘅同伴送俾 Gulok 嘅一啲嘅獎賞，並且咧佢哋會對嗰個遊戲最後嘅爆紅咧起咗推波助瀾嘅作用。呢一款遊戲最高峰嘅時候，每日嘅廣告收入高達5萬美金，但係喺2014年2月突然間下架，而開發者碗哈東咧只係喺 Twitter 發表咗短短一句：我再冇辦法忍受啦。而且 E 留意到 Gunnar 咧都喺嗰段時間喺論壇上邊突然間消失，就係呢一點令到 E 咧更加懷疑兩者咧係有直接嘅關係，而更有可能咧係涉及更大嘅 Deep Web 交易同埋操控。隨後咧 E 咧深入調查，發現咧魔鬼嘅同伴論壇背後咧游走住一群不為人知嘅社會精英，佢哋用殘酷嘅儀式去挑選同伴，並且操縱秘密嘅資源，扶持呢啲人成為咗現實世界嘅成功人士。就係咁，E 咧感到呢一群人其實勢力好龐大，開始咧就感到有啲恐懼啦。最後咧選擇退出咗呢個論壇，斷絕所有 Deep Web 嘅聯繫。之後咧帶住呢個秘密過住一啲低調嘅生活。而除咗魔鬼嘅同伴，喺恐怖嘅馬里亞納網入邊，傳聞話咧當中亦有一個神秘嘅組織，暗中操縱網入邊嘅一切秩序。根據網上嘅流傳， High Match System 係一個掌控全球黑暗勢力同埋情報交易嘅核心組織，其中更加掌管咗馬里亞納網嘅資料。組織擁有極高嘅技術實力同埋資源，能夠使用到量子電腦啦、人工智能啦等嘅尖端技術，掌控到互聯網深層結構嘅資訊流動。成員包括世界頂尖嘅匿名黑客、軍事情報人員、金融嘅巨頭同埋政治權力嘅人士，暗中推動全球範圍嘅經濟、政治同埋科技嘅陰謀。佢哋以此涉足黑市嘅交易、監控信息、數據操縱，甚至進行大規模嘅網絡控制嘅行動。馬里亞納網匿名度非常之高，所以導致痕跡隱蔽，難以追蹤。當然啦，由於普通人根本就冇辦法接觸到組織，並且冇辦法了解事件嘅真同假，目前並冇確實嘅證據認定佢哋嘅存在。現階段一切消息只能夠當作都市傳說嘅存在啫。馬里亞納網係咪真實存在，定係只係我哋嘅幻想呢？魔鬼嘅同伴又係咪一場精心包裝嘅都市傳說呢？無論信同唔信，呢個故事都反映咗深層嘅恐懼。我哋以為掌握咗互聯網啦，其實實際上可能係被互聯網所操縱。互聯網唔單止係一個傳遞信息嘅平台，更係人類心裏邊嘅黑暗影射。一唔小心就會揭露我哋嘅私隱、黑暗同埋不可告人嘅秘密，提醒咗我哋網絡世界遠比我哋想象中更加複雜、更加深不可測。今集嘅內容就到此為止啦。
如果中意今集嘅內容，不妨俾個 like， 分享出去，訂閱埋我哋嘅頻道，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嘅內容呢，就可以即刻通知你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包括係 IG 同埋 Threads，尤其我哋啫喱頻道 2.0 嘅 Facebook Fan Page， 我哋真係好需要你哋嘅支持。而呢啲嘅社交平台有啲額外嘅資訊可以提供翻俾你哋。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我哋下集再一齊翻開世界驚奇檔案啊！